最近中一中的音乐老师事件引起了很大的舆论争议，有些人认为学生勇敢捍卫自己权益是很棒的表现，但有些人觉得老师被霸凌很可怜，现在的学生真难教，到底哪边比较合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一中音乐老师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台中一中的音乐课上，有个音乐老师因为不满学生的报告不符合要求，大声的斥责现在的学生可怕到极点。那你来上课嘛，你当老师嘛，等等，有点情绪失控的话。而这整个过程后来被在场的学生录影上传，引发了舆论热议，老师和学生都各有人支持。那今天我们会先来帮大家整理这一次的事件经过，看看不同立场的观点，而最后我们也会分享一些我们团队在这个事件当中的感想啊，还有一些观察。不过在开始之前，按照惯例还是先进一段广告。你知道加入志奇77的频道会员可以享有哪些好康吗？接下来这1分钟，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频道会员福利。第一个是你可以参与每月1次的议题许愿池，你可以在这里提案想听的主题，那会员票选最高的几个题目，团队会选出至少1题做成影片。而第二个是企划们的政治不正确真心话，跟大家分享研究议题的思路啊，还有心得，甚至是辛辣的回复观众的留言。第三个是每个月至少会有1支的会员专属影片，影片内容包含了像是影片的拍摄花絮啊、议题的延伸讨论、完整版的访谈影片，又或是我们团队亲自回答会员的提问。而第4个是留言的时候，你的 ID 旁边会出现频道会员专属徽章，还可以使用专属的表情符号。那最后除了刚刚这些福利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你加入会员给予我们的支持，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稳定的收益，继续制作更多重要的时事和社会议题影片。你可以在这几个地方点击加入，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就能够加入志奇77的频道会员。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加入会员，也可以抖内支持我们。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伙伴，和我们一起推广更多重要的议题。前面提到的这个音乐课影片是在3月11日的时候被上传到网络上的。影片里面有一个老师正在大骂台上的学生。那根据内容推断，是因为这个高1学生的课堂报告提到了高2课程的南管北管，老师觉得不符合报告要求，叫他们删掉。但学生不满自己花时间做的报告被删，跟老师抗议说，花了这么多时间去被删掉，做个屁哦！我们就照课本念就好了，不需要做报告了。这个时候呢，老师却疑似情绪失控，大骂说：“那你来上课嘛，你当老师嘛，你这是对老师的态度吗？现在的学生可怕到极点等等。”后来老师发现这个过程被旁边的学生拍下，向前要拿学生的手机，要求学生删除影片，但录影的学生反抗说自己有录影的权利，老师才作罢。而这个影片上传之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当时有人质疑这位老师是不是歧视南北管文化，不然为什么学生报告讲到这个他就要生气？而大部分人都称赞学生据理力争的表现很理性，但也有部分的人觉得再怎么样学生也不该用这种语气跟老师说话。那很快的，台中一中校方也出面回应了。3月12号，学校表示说，他们接获消息之后，已经马上跟辅导室、班导师、教务处合作，关心当事学生和老师的状况。但因为刚好遇到周末，要等周一上课之后才有办法展开进一步的调查。不过录影的学生却跟记者说，学校的说法跟他们感觉到的事实不符。学生指控校方以辅导的名义威胁他们，说上传这部影片是违法的，要求他们下架，同时还语带嘲讽的问当事人很好玩吗？得到很多成就感吗？等等，还声称会一个一个把当时参与的学生找出来问，让学生觉得受到了恐吓。因此学生呼吁学校应该要公开透明，查清楚事情的经过，并淘汰掉不适任的教师，而不应该继续用这种威压的方式想要把事情做掉。不过这之后学校又回应说，并没有威胁同学，只是因为影片录到了很多人，基于保护学生的立场才建议他们改为私密。那除了当事学生跟学校两边的说法，舆论后来也逐渐开了不同的战场。有许多中一中的校友现身说法，表示这个老师以前就对学生很凶，不喜欢上他的课。也有人挖出了这位老师几年前的影片，影片中呢有学生嘲笑他的外貌，老师就整个大暴怒。而在这个影片之下，有人认为这代表老师早就有情绪管控的问题，这次会闹上新闻都是学校没有好好处理。但也有人觉得这个影片刚好证明了这位老师可能长期都要忍受类似的嘲笑，当他情绪累积这么多年会暴走是很正常的。而接着又有人
谣传说，当时就是学生故意在报告里面放梗图影射老师，才让他情绪失控。不过这个说法呢，很快就被证实是假的。当事学生把完整的简报上传，里面只有出现王力宏的梗图，根本没有嘲笑老师的意思。而老师本人也反驳是因为梗图而失控。但这个时候的焦点又转到了学生报告疑似抄袭、学生录影上传有没有违法等等。而此外，也有人帮老师喊冤说他教学认真，曾经为了南北馆的教育争取资源。而这个时候呢，网络上面的风向大致上面还是偏向支持学生的，但战场开很多，不同战场的风向也不太一样。而到了14日礼拜一，学校召开记者会，宣布调查经过。14日，校方提出了完整的调查，澄清整个事件的经过。那根据校方的调查，当时老师是请学生依照课本第9单元中国传统乐器进行30到40分钟的课堂报告，而老师会先看过这个报告内容，而当时老师就有发现有些地方超出了规定的范畴，所以呢把报告删减到10几分钟。而为了把报告时间补满，学生呢就在剩下的时间里面直接念课本内容。学生表示说，他们为了准备这个报告花了很多时间，牺牲周末找资料，没想到在报告前半小时被老师大幅的删掉内容，才愤而抗议。而老师表示，因为看到学生报告的时候念课文，自己才会情绪失控。他承认自己的行为有错，愿意透过校方安排跟学生道歉。那目前校方表示，为了避免双方冲突，会暂时请代课老师上课，同时也会安排进一步的调查跟会议，厘清教室录影的争议、师生的惩处，还有适任教师的问题等等。而当事学生后来表示，这次事件并不是要冒犯或者质疑老师，他们表示愿意相信学校会妥善处理，之后就不再回应相关的事件。那整体事件看起来到这里告一段落，但我们觉得它带出了几个很有意思的议题，很值得我们讨论。我们认为这次事件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人都能够在这次的事件当中找到自己过去相关的不美好经验。以学生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自己为了把报告做好，额外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学习课程范围之外的内容，结果不但没有受到肯定，还被老师用权威打压。那我们都知道，老师的教学方式对学生的态度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他对这个科目的热情，甚至是自己的自信。一个老师可以启发学生的兴趣，但也可能会让学生留下很深的阴影。但另外一方面，也有人想起他跟很多很混的学生交手的经验，像是作业不认真啊，只会抄袭，被指正了又死不认错，又或者是也有人呢会想起一些因为自己站不住脚，所以就断章取义，想用网络的力量去公审别人的案例。那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第一时间也是一直在提醒自己，在厘清事情的全貌之前，尽量避免带入太多自己的情绪或者经验，因为有的时候这些投射有可能反而会让我们偏离事实。那当然，我们目前掌握到的资讯是不是全貌，其实我们也不太确定，但我们觉得两边立场的观点背后其实都有更深的议题。从刚刚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学生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权力不对等的问题。为什么学生要据理力争？因为他觉得老师的要求不合理，论点就只有我要你这样做。为什么学生要录影存证？因为这可能是他唯一想得到可以保护自己的方式。虽然现在各个学校有辅导、教评、生评会之类的机制，希望逐步的加强保障学生权益，但在教室的这个空间里面，老师的知识跟地位都是唯一的权威，所以在那个现场，学生真的很难为自己讨公道。而在缺乏经验的状况之下，即使这个做法可能不够成熟，也引起一些风波，但背后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那以这次的事件的讨论来看，很多人都说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老师骂学生不乖，用权威要求学生听话，而不是好好的理性沟通，以理服人。那也因为这边的权力问题一时之间很难解决，所以我们也觉得，如果当时老师能用其他方式来建议跟指导学生，或许后续的风波就不会那么大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注意到老师也有他为难的地方。支持老师的人认为，在现代校园里面，老师地位已经没有那么高了，而且工作非常辛苦。很多当老师的人都会分享说，他们除了基本的日常备课教学之外，还要处理学校交付的各种行政杂事，或是面对家长们的讯息轰炸，假日还要研习精进自己的专业能力。虽然说这些辛苦可能每个工作都多少会有，但是当老师比较特别一点是，他们背负了很高的社会期待，被视为是学生的榜样模范，所以一般不被容许表现出不耐烦和疲累。
类。再加上生活圈可能相对封闭哦，老师们要找到情绪出口其实并不容易，而长久下来可能就会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庞大的负面情绪。为了要帮助老师，2019年教育部有规定要设置教师咨商辅导，但就目前看起来使用的人数还是非常少。原因之一是老师们担心，如果用了这个服务被发现，会被学校怀疑能力不足，会失去同事跟家长的信任，甚至呢被贴上不适任教师的标签。那虽然我们还是不确定这次事件当中的音乐老师本人实际上面的状况是怎样，不过也有不少人提到，有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师，他们很习惯旧有的教育方式，所以面对现在的课纲啊，还有学生，其实是很无所适从的。当他们被学生挑战的时候，就只能用自己习惯的方法去把对方压下来，造成更大的撕裂。因此，这一次支持老师的人呢，虽然应该也会同意说，因为老师确实有他失控的地方，但这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可能比想象中还要更错综复杂。他们认为把这件事情放到媒体公审，让单一个老师去承受那么大的舆论压力，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我们在看这一次的讨论的时候呢，觉得有点微妙的是，老师们觉得委屈，学生们也觉得很委屈，这可能就代表说目前的系统确实有一些问题。那当然，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情绪，会有冲突，这件事情是很难免的。过去在学校里面，这种情绪都被威权压下来，假装不存在。那虽然现在的教育观念已经逐渐进步了，可是在学校里面，这些处理情绪跟冲突的教育还没有很普及。而遇到这类的问题，大家可能都还不知道可以怎么办，不习惯寻求相关单位的协助，甚至相关单位的处理方式也还没有办法让大家能够完全的信任。不管是学生、老师，甚至是学校的相关单位，可能都会有点无所适从的感觉。不过我们认为这次的事件能够引起那么大的关注跟讨论，可能也代表说社会大众已经开始意识到过去的方法行不通了。现在我们有必要磨合出新的制度跟方法，好好的去处理这样子的情绪跟冲突。而这个过程可能很不容易，但能够被讨论跟关注，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像我们一直在做的学生顶嘴系列，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有点像是体制外的力量，一起来讨论校园当中各种常见难解的问题，甚至是促成实际的改变。那最后也想要来问大家，如果在学校遇到不合理的对待，你会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呢？ A. 用校内的管道申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 B. 用舆论的压力，效果最好，把事情闹大就有机会改变现况。 C. 现有的方法都没有用所以我不会做什么，忍下来就算了。提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来讨论中一中冲突事件。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一届不如一届以及校园咨商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